嗨，各位朋友，大家好。这一集我们要继续来聊中国对台湾的认知战里面。之前我们上一集聊到导弹洗地这一个谣言，就是飞弹洗地。可是有很多墙内的这些朋友就来留言说，那个是过去式，现在已经改成远火洗地，就是远程火箭炮，在我们这边称为多管火箭。所以为了正面的回应他们，我们就做这一集远火洗地，只不过是另外一个版本的导弹洗地，一种只有军盲会相信的认知战。首先介绍一下中国它的远程火箭炮，简称远火，它的历史。最早是他们在上一个世纪60年代引进当时苏联的 BM-21-122公里的多管火箭炮，就是俄制的多管火箭。这个在俄乌战场上仍然看得到，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他们仿制了834的多管火箭炮，还有904的300毫米多管火箭炮。到了上个世纪1996年的时候，因为苏联解体，俄罗斯遭遇了经济上的困境，所以当时中国就从俄罗斯引进了 BM30， 就是 9K58 龙卷风火箭炮的技术，然后又在这个技术上自己研制出了 PHL-3， 就是300毫米的多管火箭炮。首先介绍一下俄罗斯的 BM30 9K58 龙卷风多管火箭，大约是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研发，一直服役到现在，也一直是俄罗斯现在多管火箭的代表。最大的射程是90公里，具有双色红外线的导引系统，也可以搭配穿甲次弹头，可以由上而下来攻击装甲车的车顶。另外也配备了子母弹来增加大面积的杀伤力。这一款多管火箭出口到了很多国家，其中就包含了印度。而以龙卷风为基础衍生出来的中国版，就是 PHL-03 自行火箭炮。在初期，它部分的火箭弹是采用俄罗斯的产品，但是在后续已经逐渐国产化。可是由于火药科技的落后，当时的最大射程只有70公里，而且一直服役到现在。另外有一款出口型的 A100 自行火箭炮，采用的是简易的惯性制导、姿态控制，还有弹体旋转稳定的这些修正技术，射程最远可以到达120公里。而这一款火箭炮有出口到很多国家，包含了巴基斯坦。中国最新的是 PHL-16， 又有型号是 PHL-191， 相似的火箭炮，经常看到中国的报道称为164。它是从2010年之后开始研发，主要的改变是采用像西方设计的模组化更换发射箱的方式来更换它的火箭，而不是像之前龙卷风这种一枚一枚从后方装填进去。最大的射程，假如是配备300毫米的火箭弹，射程可以到达最远150公里。假如是搭载战术飞弹，最远可以到达500公里。所以它基本上分为2个发射模组，从照片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分为左右2个发射箱，就是2个发射模组。它所配备的火龙系列火箭弹，它有3种弹种，最远的是火龙480，它的口径是750毫米，战斗部的炸药重约480公斤，最远射程预估可以到达400公里，采用惯性还有中国自己的北斗系统来导引。第二种是火龙280，它是370毫米的火箭弹，战斗部的炸药重约180公斤，射程最远可以到达280公里。第三种是火龙140 300毫米的火箭弹，这应该跟原来的300毫米的火箭弹是非常类似，战斗部的炸药重约160公斤，最远有效射程是150公里。我们就由2020年6月巴基斯坦跟印度在克什米尔地区发生的冲突来看，巴基斯坦采用中国制的 A100 300毫米的多管火箭炮，而印度使用俄罗斯制造的 BM30
9K58龙卷风多管火箭，两边互轰，互相希望能够压制对方的火力。但是从战果上面来看，双方都没有办法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初步得到的评估是，中国制的 A100 射程比较远，而且它采用了北斗系统的导引，所以精度比较高。可是俄罗斯的龙卷风多管火箭，它本身性价比比较高，射程虽然比较短，可是它的妥善率比较高，所以光靠多管火箭互轰其实没有达到决定战争结果的影响。而且相信远火洗地的人恐怕都忘记一件事，就是物质不灭定律。你的射程越远，你的误差范围就越大，而且你要射得越远，那你携带的战斗部的重量就会受到限制。这一张图片是火龙系统对外输出的说明书，上面就写到它的误差范围控制在30公尺以内，而它的战斗部的重量其实就影响到它的口径跟它的射程。所以除非你是战术飞弹，像最上面这种480型的，跟海马斯的陆军战术飞弹一样，这种大型的飞弹，你希望数量多，那你的火箭就会比较细。可是你希望它的破坏力强，那你的弹径就要大，而且随着你希望精度提高，那它的导引系统就会更复杂，你的成本就会越高。接下来我们来看最近的一个新闻，就是中国把它的远火系统前推到福建的泉州，距离台湾最近的地方是 191.43 公里，这个还是海岸到海岸的距离。而目前中国远火系统配备最多的射程就是150公里，所以完全打不到台湾。这到底要如何洗地，我也搞不清楚。所以相信远火洗地的这些人大概都没有量过这个距离，也不晓得远火系统可以打多远。台湾海峡最窄的地方是在福建的平潭岛到桃园的观音130公里，可是这也是海岸对海岸，不要忘记，假如它离海岸越近，我们也打得到它。而且刚刚讲的泉州距离澎湖才 153.7 公里，不要忘记了海马斯系统其中一个配置的地点就在澎湖，所以它离海岸越近，我们绝对打得到它。另外只要它敢发射，我们就找得到它。除了海马斯之外，我们还有万箭弹，还有 F16 代的 JDAM， 还有 JSOL 这些精准弹药。所以相信远火洗地，甚至之前导弹洗地的人，都是有一个前提，就是相信突然之间的袭击攻击就可以瘫痪台湾，而且还限制了台湾不能反击，这些假设才有办法成立。这个是也很荒谬的一个想法，因为台湾也修改了第1级的接战规定。我们这一集的结论就是，不论是导弹洗地，还是现在讲远火洗地，也都是认知战的一部分。远火系统只要增加精度，还有它的威力，它就不会便宜。目前解放军在150公里以上，主要还是以东风 15B 为主要的武器，而且它的性能比远火系统还要好，更加精准。当然东风系列贵蛮多的，不过大部分的远火系统射程多在100公里左右，它的性价比才会好。另外假如为了要射程变远，那弹体就会变得更大，那就代表发射车它可以携带的火箭数量就会减少，加上导引上面的限制，所以一般都是采用惯性导引，再加上 GPS， 在中国就是北斗系统。你的导引系统越复杂，你的火箭就越贵，你就没有那么多的数量，你就不可能洗地。所以假如远火系统那么好，那中国为什么还要再继续发展东风系列里面的短程地对地飞弹呢？所以这些逻辑其实一直说不通，在军事上有很多一厢情愿的想法，其实都是战败的一个原因。太一厢情愿，最后的结果一定跟当初想的不一样。所以在台湾的朋友们，有关导弹洗地还有远火洗地，这都是不理解这些武器它的限制的人才会相信的认知战。而我也奉劝中国的朋友，假如你们不想要当韭菜，不想当炮灰，就千万不要相信你们共产党的这些宣传，因为中国若要打台湾，绝对不是共产党的这些高官来打，一定是让你们这些韭菜来打。希望这一集对大家有帮助，
感谢你的聆听，我们下一次再见。